全球冰封，极寒降临，气温突然下降50度，而我居然成了最先嘎的那一个。原因是我曾经挺了5年的女神方雨晴带着几10个邻居骗开了我的房门，不仅抢走了我的食物，最惨的是居然还被挖掉了肋骨熬汤。重生归来，觉醒空间异能，贷款1000万打造了一个超级庇护所。末世来临之前，我把本地最大仓库的所有物资统统搬空，足够我吃喝几辈子，并且还囤积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海量的药物以及本地最高端酒店制作的5000桌酒席，全部储存在了一空间。我发誓这一世，我爹要好好活着，并且要让那些邻居血债血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晚将会拉开冰封末日的序幕。为了享受一下暴风雨前的宁静，我来到了楼下散步，碰巧正好遇见了小区保安尤大叔。他很热心的走了过来说：“轩辕啊，你买了那么多东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和我说，我给你搭把手。”我看着热心的尤大叔，心里不禁有些感慨。他是退伍兵，无儿无女，在小区内当了10几年保安，一直尽职尽责。在前世，他为了帮助一对即将饿死的女子，把自己最后的粮食献了出去，自己活活饿死。这是我在末世当中见到的不多的人性的光辉。今年气温有些反常，我有内部消息，为了以防万一，你最好多囤一点吃的喝的，免得到时候物资涨价。轩辕啊，真的假的？消息可靠不？我点点头。你看我多准备了那么多东西，你可以多囤点泡面和矿泉水，这些东西也不怕买的多。尤大叔顿时点了点头。说完，我走出小区，打眼一看，我擦，真是冤家路窄，这不就是前世要拿我肋骨炖汤的白莲花方雨晴吗？此时，方雨晴正和她的闺蜜林彩宁有说有笑的走在路上。彩宁，我那个舔狗周鹏刚花了整整1个月的工资买了2张演唱会的门票，约我去看。我随便找了个理由糊弄了过去，到时咱俩一起去看。他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就一个仓库的员工，我怎么会看上他呢？没错，你这么漂亮，怎么会做他的女朋友？就连他的主管轩辕，你不也是一直在吊着他吗？轩辕嘛，他父母有一些遗产留给他，但还达不到我要嫁的标准。不过这些天他又是装修房子，又是买很多东西的，要花不少钱。难道他是个隐形富二代？那不是轩辕吗？2个女人看见我后，马上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方雨晴温柔地说：“轩辕，你最近在忙什么呀？买了那么多东西，花了不少钱吧？”你说那些东西啊，都是帮老板买的，我自己怎么可能用得了那么多东西？说完，我还叹了一口气：“哎，我要真这么有钱就好了。”方雨晴脸色一变：“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怎么会呢？我们都认识好几年了，我们家啥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仓库的主管，哪有什么钱啊？听完这些，方雨晴默默和我拉开了一些距离，然后拢了拢头发，用礼貌的笑着说道：“不管你是不是富二代，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不是吗？我可不是一个拜金的女人呢。”朋友2字被他故意给击中。说完，2人就匆匆离开了。绿茶做事从来不做绝，因为他还需要舔狗来为自己服务。终于到了末世降临的时候，冰河世纪拉开了序幕。天海市的上空飘起了雪花，但仅仅几分钟过后，雪花就变成了鹅毛大雪。窗外的风也开始呼啸了起来，屋外的雪仿佛就在一瞬之间变得恐怖了起来。此时，整个小区都被大雪所覆盖。不过此时的我正舒舒服服躺在家里的沙发上，享受着安全屋20多度的温度，一边品尝着冰镇的啤酒，非常的惬意。这时候，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我拿过来一看，原来是小区群里有人在聊天。这见鬼的天气，怎么都零下10几度了啊！明天估计马路都要被冰封了，还怎么上班？但也有些人表示很高兴。下了那么大的雪，明天终于就可以不用上班了，哈哈！我摇了摇头，这还只是刚开始而已，接下来大雪起码还得持续下3个月，温度也会越来越低，到时候只能自求多福了。已经到了深夜，不打算继续看下去了。我回到了自己温暖的大床上，尤其是这个床垫，从仓库搬来的高级货，据说是某位女性的同款，价值300万，盖上了天鹅绒的薄被子，舒舒服服地闭上了眼睛。外面下着鹅毛大雪，而屋子内的壁炉熊熊燃烧着，温度迷人。全球冰封，末日降临，大雪整整下了1夜。此时菜市场的价格飞涨，一颗白菜居然要200块的价格。小区的邻居没有囤食物的习惯，纷纷起床准备出去购买食物。突然，业委会林大妈拦住了大家：“大家站住！大家千万不要出去哄抢物资，外面物价飞涨，一颗白菜都要几百块了，不要白白成全了那些奸商。可不出去买食物，家里都快没吃的了，不囤点物资能行吗？”对呀，我们还是出门买点东西回来吧。再过一会雪越来越大，出门就不方便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大雪这2天就会过去，到时就会恢复正常。要相信组织的领导，我以业委会领导的名义命令大家，谁也不能出去。谁要是敢擅自行动，
等到雪灾结束后，一定会被组织清算。林大妈搬出了业委会领导的身份，邻居们顿时敢怒不敢言。可是，如果雪灾持续时间很长呢？到时每吃每喝算谁的？你们放心，我们业委会很负责的告诉大家，物资是不会少的，大家把心放在肚子里，雪灾很快就会过去。如今雪灾刚刚来临，各种社会秩序尚且存在，大家都不敢违反。别看这些业委会的人貌似权力不大，可由于他们手中的那点小小的权力和大家息息相关，所以大家都不敢太招惹，大家都不愿意出头。我就更不会充当大尾巴狼了，反正我一空间囤积了海量的食物，足够吃几辈子。林大妈此时内心很是紧张，现在没有一个人敢反驳她，接下来继续用命令的口吻说道：现在外面道路都被大雪给封住了，咱们大家要发扬大无畏的精神，为人民服务。轩辕，等下你带几个人去把雪扫一下。我擦，我不搭理你，居然主动惹到我头上，我当即回绝。这么冷的天气，出去一会儿就被冻成冰棍了，谁爱去谁去。对呀，外面零下50多度，出去一会估计就得冻伤。我们这里又不是东北，压根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御寒设备，怎么出得去？林大妈当场就急了，你们这是什么态度？那扫雪又不是为了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吗？你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遇到灾难不主动出手，为人民服务，都想着逃避怎么行？轩辕，我以居委会的名义命令你必须出去扫雪，现在是危难时刻，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听从组织指挥，谁要是敢带头反对，那就是反对业委会的领导。等雪灾结束后，一定会被组织清算。听这么一说，其他人都默不作声。不过让我忍气吞声是不可能的，上一世被你欺负，重生后还被你欺负，那不是白重生了？林大妈，你说的对，既然是为了大家，你们业委会的人应该带头出去扫雪才对啊。而且要说年轻力壮，咱们小区那么多人，你为什么只喊我们几个？是不是觉得我们好欺负？那些社会人和富二代也不见你艾特一句，怎么遇见他们你就屁都不会放了？其他人见到我这么说，纷纷满意的。就是找的都是老实人，你怎么不找陈正豪和许浩那些人啊？话说这俩人都是本地的厉害人物，陈正豪一个是社会大哥，上一世就是他动手打的我，而许浩是一个富二代，被戳破欺软怕硬本质的林大妈，脸上明显挂不住。扫雪是公共服务，为大家着想，某些人就斤斤计较那么点小事，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这样的人简直就是害群之马。你不想干就不干呗，有的是人干，大家的觉悟可比你高多了。他这么一说，把我逗笑了。哟呵，林大妈这么重啊？你那么有本事，去叫陈正豪和许浩下楼扫雪啊！被我这么一说，林大妈更加骑虎难下了，没办法，只能拿起手机，非常客客气气的拨打了陈正豪的电话。你好，陈先生，我是业委会的林大妈，希望您能带上工具，跟大家一起去扫雪。扫雪？扫你个头啊！是不是下？没看见外面还下着那么大的雪啊？脑子是不是有毛病？有病就去医院看看去，别在这里狗叫，再打老子电话，老子直接嘎了你，信不信？被骂了一通后，林大妈又给富二代许浩打去了电话。你好，许先生，我是业委会的林大妈，希望您能带上工具，跟大家一起去扫雪。你们扫雪关我屁事啊！老子又不用上班，天天在家里睡大觉都不要紧。呸！老子每个月的物业费是白交的啊！没有老子的钱，你们这些业委会的人都得饿死。我能有今天，靠的是父母和家族的能量，跟你们这些穷逼能一样吗？要扫雪的赶快啊！你们还得出去挣饭钱呢。扫完了雪，我好离开这个鬼地方。林大妈的话也成了狗屁，陈正豪和许浩根本不搭理，林大妈简直气得要死。不过她心里却没有生陈正豪和许浩的气，而是生我的气。轩辕，你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我让大家出去扫雪，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出门？这下好了，大家都不干了，难道我们要一直封在家里？你少给我装蒜，自己欺软怕硬不是个东西，还在这里狗叫什么？被人家骂的连个屁都不敢放，到我这来找存在感了是吗？告诉你，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再狗叫，小心嘎了你！此话一出，给林大妈愣在当场，她顿时不敢说话了。现在还是别激怒他了，等着，以后有的是办法让你过不好，比如发生活物资的时候故意拖着他，又或者有什么好的社区活动不告诉他，菲菲，早晚有你求我的一天。极寒冰封，末日降临，食物愈发匮乏，一包泡面居然被卖到了1000块，而我则在温暖的安全屋里惬意的喝着红酒，吃着20几克虾。此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这不是我舔了5年的女神方雨晴吗？哦不对，
现在应该称呼她为上一世拿我肋骨炖汤的白莲花。轩辕，我家里没吃的了，我记得你买了不少东西，能不能给我一点啊？回头人家请你吃饭哟。哎呀，你说的都是前段时间的事情了，那些东西我又没留在家。实际上我家的东西也不多。那给我几包泡面总可以吧？你可是管仓库的，家里能少吃的？真没有泡面了，你看我平时也只能吃这些了。我对着桌子把上面的20斤重的大龙虾拍照发给方雨晴，然后直接挂断电话。方雨晴看着我发来的照片，气的是火冒三丈，发誓等雪灾过后定要我付出代价。忽然，整个小区的电突然断了，这时小区的微信群滴滴滴的响个不停。你们家有电吗？我们家没有啊，而且自来水也停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家也是没水没电啊，这么冷的天气，空调彻底不能用了，也没办法用取暖器，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官方这个时候怎么不出来管一管啊？再继续这样子下去，恐怕要冻死人呐！群里一阵嘈杂，有人开始艾特业委会的林大妈。林大妈，之前你不是说没有事的吗？就是啊，我就是听信了你的话，才没有出去买物资。你说现在怎么解决？上面到底什么时候过来救我们？你说句话呀！此时的林大妈看着群里的聊天，内心是一片焦虑和惶恐。此时她比邻居们更加的害怕，业主们还不清楚上面要怎么救他们。可是林大妈通过业委会已经提前得到了一些消息。林大妈，现在全世界都在下暴雪，据说是数十万年难得一遇的雪灾，可能我们迎来了又一场生物大灭绝。官方虽然在尽力支撑，但是我国10几亿人口根本顾不过来。据说国内几个大城市都已经沦陷了，接下来要想活着，一定要多囤物资，尤其是食物和取暖的能源。林大妈心一横，看了一眼正在熟睡的孙子小虎，我必须要保护好我们娘俩，一定得活下去。他的眼神闪过一抹狠辣的神色，拿起手机开始在业主群里面讲话。各位，灾难只是暂时的，外面天气太过寒冷，断水断电并不奇怪。放心，已经有工作人员在进行抢修了。官方已经下达了通知，在这种非常时刻，将由我们业委会对小区统一进行管理，希望大家配合我们的工作。如果有谁不配合的话，造成严重后果，事后我们会要求警方严惩不贷。我拿着手机，我擦，上一世林大妈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方式从别人手里骗走不少物资。不过我也没有打算揭穿林大妈，毕竟邻居是死是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现在房间温暖如春，灯火通明，不愁吃不愁喝，饮食娱乐一应俱全。如果非要说缺点什么的话，大概就是缺少一个女人陪伴。不过我也不是那种见色起意的白痴，上一世已经吃过女人亏了，现在绝对先以自己的安全和生活质量为第一。因为就在上一世，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女人为了一包泡面，亲手把自己的丈夫给砸死了。这时群里又传来了林大妈的消息。由于现在的暴雪对大家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根据官方通知，这场暴雪还会持续较短的一段时间。为了让大家共同渡过难关，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条件艰难的时候有尊严的活着，所以从现在开始，业委会将会收集每一家每一户手头的物资，然后进行统一分配。这是官方下达的指令，请各家各户务必配合。谁家要是自私自利，不服从组织安排，事后都会被组织清算。不要以为自己很有能力，记住，你们家里都有各自的软肋。这可把我逗笑了。还统一分配？分配个鬼！上一世收集上来的食物还不是都被你给私吞了？接下来可有好戏看了。全球冰封，末日求生，人们手里的食物越来越少。林大妈利用业委会的余威，强硬的敲门收取物资。一些胆小怕事的邻居畏惧林大妈手中的权力，开始把本就不多的物资统统上交。终于有一些人不愿意了，开始和林大妈对峙了起来。林大妈，现在大雪纷文，根本就出不去，各家各户的物资自己都不够吃，你还要收集起来统一分配，这像话吗？对呀，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留点吃的不容易，你还要没收，这就过分了吧？林大妈咬着牙，用手指着说：“我说过了，现在是非常时期，当然要用非常的手段。况且雪灾很快就会过去，你们不用担心，只是让大家把物资重新分配一下而已。这种时候，许多人家都没吃的，你们就那么自私吗？也不为自己的邻居多想想。有些人家里囤了物资，那就自然有些人家里缺少物资，所以家里缺少物资的人自然就站出来支持林大妈。就是啊，大家都是邻居，这种时候互相帮助一下怎么了？不就是一些吃的喝的吗？平日里大家又不是买不起，
也就是这2天情况特殊而已。这可是组织上决定的，你们要是不遵守，那后果可不是谁都能承受的。林大妈搜刮了一些物资后回到家里，突然想到我仓库主管的身份，家里一定会有不少物资，开始打电话给人。轩辕啊，你在仓库那边工作，平日里家里肯定放着不少吃的喝的，对吧？我记得上次你可是买了几大车的物资呢。现在大家遇到了麻烦，到了你发挥精神的时候了。你放心，等到雪灾过后，我们肯定会还给你，大家还会念你的好。我冷笑一声，终于盯上他。上一世被这些邻居破门杀死，被拿肋骨炖汤的画面是历历在目。那可太好了，我们家东西也吃完了。林大妈，你到时候收集到物资，麻烦也分我一点。林大妈听我这么一说，当场火了起来。嘿，你骗谁呢？你们家里肯定囤了不少东西。哼，在仓库干了那么多年，我就不信你手脚干净。轩辕啊，你不要和大妈开玩笑，谁都知道你是沃沃玛仓库的主管，家里能缺吃喝吗？这次是组织上的命令，你一定要服从啊！听话，把家里的东西都给大妈送过来，起个带头作用。真没骗你，我家里啥吃的都吃完了。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林大妈，你送我几包泡面吧。作为业委会的成员，你得起带头作用，发挥下精神啊。轩辕，我跟你好好说话不行了是吧？你以为我是以个人的名义在和你说话吗？我是在代表上面。嘿，还代表上面？你真拿鸡毛当令箭啊！不过就是一个业委会的干事，别说公务员了，你连一个事业编都不是。平日里哄哄那些老头老太太也就得了，还在这里跟我装大半蒜。你有本事随便使，我在家里等着你。然后直接挂断电话。我的这一番操作，把林大妈的肺都补齐了。轩辕，你等着，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林大妈连哄带骗，又从好几户人家骗到了一些物资。终于有人开始在群里质问林大妈，那些物资拿走后怎么分配？林大妈，你收好的物资拿走之后统一分配呢？我们家的东西都吃完了，这都2天了，你给我们拿一些吧。对啊，说好的统一分配，让大家都有东西吃呢。林大妈看着这一切，咬牙切齿地说：“老娘辛辛苦苦骗来的物资，怎么可能给你们还回去？”见林大妈怎么喊话都不回，邻居们这才开始意识到自己这是上了林大妈的当。一时间，群里充满了对林大妈亲切的问候。可是林大妈自从决定骗邻居们的那一刻起，就早就连脸都不要了。她当然不会在乎邻居们怎么说了。不过此时住在小区里的社会大哥陈正豪却盯上了他手里骗来的那些物资。他拿起了手机给林大妈打去了电话。林大妈一看，居然是陈正豪，脸上露出一抹害怕的神色。陈正豪，他找我干什么？他可是远近闻名的社会人，不光手下小弟众多，而且据说有强大的背景，根本不是我这个小小业委会干事能招惹的。喂，林大妈，你真是好本事啊，把大家手里的物资都搞到你手里去了。呵呵，那正好，我们家现在就挺缺物资的，你快些给我送来。林大妈脸色一僵，她没想到这个流氓竟然上门来讹她的物资了。全球冰封，末日求生，很快整个小区都听到了林大妈杀猪般的惨叫。正是陈正豪带着手下冲进了业委会林大妈的屋子，二话不说就是一顿电话，给林大妈揍得脑袋发晕，半天说不出话来。老东西，让你哄骗邻居们的物资，老子这是替天行道。林大妈被打倒在地，半天说不出话来。给我搜，这屋子所有吃的喝的咱们都拿走，这都是邻居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可不能便宜了他。很快，陈正豪的手下就翻整出了一大堆泡沫、面包、饼干、矿泉水等。林大妈赶紧哭着跑过来：“你们不能把东西都拿走，那还有我们家自己囤的东西，你们都拿走了，我和我孙子还怎么活呀？”关老子屁事，给我滚！说完，陈正豪就赏给了林大妈一脚。林大妈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这就是你哄骗邻居们的代价，这是替天行道。说完，一群人拿着自己的战利品离开了林大妈的家。见到卑鄙无耻的林大妈被揍，我心里自然很爽，丝毫不会同情他们。不过这一幕也代表原先存在的文明社会的规则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接下来凶残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毕竟完整的冰面只要裂开一角，就会迅速的扩大。不过跟我又有毛关系？看着他们打生打死的，为了一点物资玩命，我现在吃穿不愁，完完全全过起了让人羡慕的躺平生活。邻居们见到林大妈被陈正豪抱走后，顿时欢呼了起来。哈哈哈，大骗子，活该！豪哥威武，对付这种人就该用雷霆手段，这就是骗子的代价。偷鸡不成蚀把米，真是笑死人了。
一时间竟然还有人认为陈正豪是英雄，对他歌功颂德起来。不愧是社会大哥，就是有正义感。要不是浩哥，咱们对他这种无耻败类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浩哥小心点，这老东西无耻得很，小心他报警举报你。我看着这群天真的邻居们有些好笑，这些人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陈正豪今天可以闯进林大妈的家里抢劫，那么有一天同样可以闯进他们的家里。不过眼看这些邻居们还能在群里畅快的聊天，也证明大家手里边还有一定的物资。即便现在大家想要吃饱穿暖非常困难，但节省一点的话，一段时间内还是能维持生存的。上一世我就是足足撑到了1个月，然后才被饿疯了的邻居们冲上门给活活分尸。末日来到第7天，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现实，等在家里救人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由于物资匮乏所引发的问题也愈发的尖锐。林大妈由于家中的食物被陈正豪洗劫，让她陷入癫狂的状态，整天在群里疯狂叫嚣，说她是业委会的领导，要求大家必须把物资都交出来。这时，住在12楼的宝妈谢丽梅往群里发了消息：谁家里还有吃的吗？我和孩子已经2天没饭吃了，我可以高价买。不久后，有人回复道：我家里还有几包泡面，需要的话可以卖给你，不过1包我要1万块。1包泡面1万块，这在过去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我看着手机，奇妙的事情就要开始了。全球冰封，末日求生。这场大雪整整下了10天，食物极度匮乏，1桶泡面居然被卖到了1万块。此时，轩辕正在沙发上打着盹，别人都在忍饥挨饿，他却过得比天堂还要舒服。这时的方雨晴和林凯宁宁，我们该怎么办啊？再这样下去，我们会饿死的。你看，我们俩长得这么漂亮，只要我们略微出手，一定会有男人为我们动心吧？你是不是傻？现在大家都把物资当命一样看待，就算他们会对我们心动，也不可能那么容易把物资给我们的。再加上天气那么冷，就算我们送上门给他们白嫖，他们怕是都有心无力。对了，雨晴，你是不是忘了自己还有轩辕这个舔狗？哼，那个臭男人，除非他过来磕头求我原谅他，否则我绝对不会主动找他的。你是不是忘了，轩辕家里之前可是囤了不少吃的，只要你一出马找他，他肯定立刻就答应把吃的给你送过来。可是我之前找他的时候，他都那么冷淡。你傻呀，他肯定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你，所以就要放弃了。毕竟前一阵子你对他也是挺冷淡的。方雨晴听了林凯的那番劝导后，认为颇有道理，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在他太不饥饿了。很快，正在家里看着电视的轩辕接到了方雨晴打来的电话。哼，这个女人，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傲终于是撑不下去了。轩辕接听后，立刻听到了方雨晴的家里。哼，轩辕，你这个臭弟弟，那么多天都不找我聊天，你真是坏死了。不就是前几天说了你2句吗？其实人家当时就后悔了，不过人家是女孩子，不好意思先开口嘛。你这个臭弟弟，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人家。方雨晴作为一个绿茶白莲花，在撒娇卖萌这方面可真有一套，要不然前世也不会把我给遗忘。最近身体不好，大概是生病了，所以懒得看微信。生病了？你是不是冻感冒了呀？这个天气一定要注意保暖。不是，我是热伤风。轩辕，别开玩笑，那么冷天怎么会热伤风？冷吗？我屋子里有壁炉，倒是没什么感觉。这玩意烧起来屋子里热得难受，大概是前几天坐在火堆前睡觉，不小心病了吧。轩辕说完，就用手机对着熊熊燃烧的壁炉火堆拍去一张照片，又不经意间将桌子上那些成堆的零食已经肉了也拍了进去。我的天，这照片不会是 P 的吧？这种时候怎么可能有人过上这么好的生活？这里简直是天堂。方雨晴立马换上一副柔弱可怜的样子，嗲嗲地说：轩辕哥哥，你好厉害啊，人家好崇拜你啊，能不能让我去你家里看看？好久没有见到你了，雨晴好想你啊。轩辕听着方雨晴发这个声音，只感觉一阵冷风，他真是开始怀疑过去的自己是不是要不然会不会有这种原因。这么冷的天，还是在家里好好歇着吧，不要出来乱跑。以前每次让你上我家来，你都是各种借口，说什么咱们都是单身男女，传出去影响不好。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又没什么关系，是应该保持距离才对，省得人家说闲话。人家过去那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吗？人家现在就过去给你赔罪，大不了人家给你捶捶腿，揉揉肩嘛。我擦，这么冷的天，难得他能有如此精湛的演技，
演出羞涩少女的感觉，不去当影后真是可惜了人才。只可惜，小爷我并不吃这一套。那怎么行？咱俩又不是男女朋友，做这么亲密的事情，我无法接受，并且我是一个传统的人。方雨晴几乎要被轩辕这句话给气炸了，他都主动盯上你，还装什么矜持？轩辕哥哥，其实人家一直以来对你都特别有好感，男女朋友什么的，以后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啊。毕竟日久了生情嘛。哎呀，羞死人了！你到底还要人家说的多直白嘛？不得不说，绿茶白莲花也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这一番茶艺，没有10年的功力绝对做不到。方雨晴，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我承认，过去有段时间咱俩关系还不错，不过你该不会觉得我喜欢你吧？轩辕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过去不是最喜欢晴儿了吗？别误会啊，你的确有几分姿色，是个漂亮的妹妹，不过我可从来没打算跟你谈恋爱，最多就是玩玩而已。还有，你也别跟我装什么清纯美少女，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就是一个捞女吗？天天想着钓金龟婿，你以为有钱人都是傻子吗？对了，再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在天海市富二代圈子里都是出了名的，今天去舔张少，明天去追李少，人家只是跟你玩几天，你还真当自己能做有钱人家的少奶奶啊？知道他们私底下怎么叫你的吗？公交车、公共插座。轩辕，你给我闭嘴！我不就是说点实话吗？你激动什么？这些事情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真的是又当又立。说完之后，轩辕不管方雨晴把这个衣服，直接就把电话给掐断。全球冰封，末日求生，时间来到了第15天，食物已经极度短缺，此时的金钱已成废纸。失去理性的社会大哥陈正豪开始带着手下破门抢夺物资，遇见烧有手段直接打死，尸体被当作口粮储备起来。做完这一切后，陈正豪拿起手机在业主群里说：现在局势这么难，大家伙都是为了活命。要不是301这小子先动的手，我也不会失手嘎了他。希望以后大家能够和谐相处，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借我们一点食物。只要你们乖乖配合，我保证大家相安无事。这种短暂的宁静，在第2天就被打破了。虽然家家户户都因为畏惧陈正豪不敢出门，但是如果不下楼凿洞取水，他们就活不下去。这天晚上，住在6楼的李健偷偷下楼挖水取水，就被陈正豪给两妹，这大晚上要去哪里啊？我已经有段时间没发现了。这小娘们虽然长得一般，但胜在年轻，身段也还凑合，哥几个谁先来？于是这群人笑嘻嘻的冲了过来。刘甜甜赶紧跑回来房间，绝望之中拿起手机向邻居们求救。大家快来救救我！陈正豪的人在砸我的门，求求你们了，我会被他们嘎掉的，大家要团结起来啊！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下一个就轮到你们了。哎呀，美女，现在事出突然，我们也对付不了他们那么多人啊，更何况他们手里都有家伙。你们不能这样啊！我一个弱女子，你们都保护不了吗？你们算什么男人？我要是嘎了，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大家都是姐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姐妹加油，撑住啊！我精神上支持你，你可一定要顶住啊！否则被破门的话，说不定他们会把你给那啥的。他们那么多人，会把你给玩坏的。姐妹啊，你就算嘎，也要拉个垫背的，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反正家里被抢了，估计你也活不下去。刘甜甜气得瑟瑟发抖。他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房门砰的一声被踹开了，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冲了过来。刘甜甜后面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大家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不过也能够猜测到。轩辕，现在外面太危险了，陈正豪他们早晚会抢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大家必须团结在一起。没事，我现在自己过得挺舒服的。话不是这么说啊，你只有一个人，陈正豪手里有10来个人呢，并且还有枪，所以你现在也非常不安全。那你们想怎么样？现在大家分散着住，实在是太危险，所以我们决定搬到一起，这样即便是面对陈正豪，也有反抗的力量。呵呵，如果人多真有用的话，整栋楼50来户，100多口人一起上，一人一脚都能把陈正豪灭口。都是一群死货，聚在一起也不过是求个心理安慰。我不需要，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过得非常舒服。你们要合住的话，就自己找地方吧。此时群里另外一人开始说话。
轩辕，现在大家都有生命危险，你不能目光短浅啊！只有大家在一起，我们才能活下去。你们家有阳台，方便取雪，而且你家的防盗门特别的结实，非常适合用来对抗陈正豪，所以大家才选中你家的。另一个群成员王明说道：“你以为我们是占你的便宜，实际上大家也能保护你啊！还保护我，真有脸说出口。”轩辕，我承认我们有求于你，但是你想啊，你只要让我们进入你家避难，你就可以救活几条生命。难道你忍心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被陈正豪给嘎掉吗？我们可是那么多年的朋友邻居啊！都这种时候了，大家能不能活下去都各凭本事。你们对我而言没有任何的价值，又凭什么要求我保护你们？说完之后，轩辕直接选择了退去，想薅他的羊毛，简直是白疯了。只要他没有到。此时，方雨晴几人开始聚集在一起，打算联合起来。方雨晴，你不是说你能说服轩辕让我们搬进他的堡垒里面吗？现在轩辕根本不同意，你们说说这件事情怎么办？王姐，你听我说，轩辕家里的物资真的非常充足，还安装了壁炉，只要我们能够住进去，以后的日子就会非常好过。是啊，视频你们都看过了，应该明白轩辕家里现在有多舒服。咱们大家努力一下住进轩辕家里去，不光能够对抗陈正豪，而且还能过上舒服的日子。可是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根本不愿意让咱们住进去。他这种人也太自私了，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对这种人，咱们也用不着太客气。我看他家里就他一个人，不如咱们用点特殊手段。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只考虑自己，不懂得替别人着想，他凭什么住那么好的房子？可是他们家的防盗门很结实，咱们又不是陈正豪那种人，不擅长这个啦。是了，而且轩辕还特别卑鄙。上次我们去敲门找他，他竟然从上面用尿泼我们。这件事情其实好办，只要咱们把自己裹严点，戴上口罩，打着伞过去，就不怕他有手段。我以前在开锁公司干过，这种事情我熟悉的很，市面上常用的各种锁我都能打开。太好了，只要能打开轩辕家的防盗门，咱们那么多人一拥而入，我看轩辕还怎么反抗。等进门之后，我一定要把轩辕的脑袋按在马桶里面，让他大口吃。到时候我负责去啦。极寒冰封，末日求生，气温突然下降100度。此时食物已经极度短缺，金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些人为了食物开始。方雨晴等人按计划来到了轩辕的家门口，周鹏马上掏出金属工具，对着轩辕防盗门的钥匙孔就捅了进去。溜门撬锁，你也太小看我花几千万打造的安全屋了，连你们这些小卡拉米都防不住，那我的钱不白花了。轩辕缓缓拿出手机，点开了安全屋的布置栏键，轻轻点下了个按钮，瞬间巨大的电流就从防盗门流过。陆桃，救我！轩辕，你这个狗日的，你给老子滚出来！想来砸老子的门，你们这不是找死吗？活着不好吗？轩辕，我们本来想好声好气的过来跟你商量合住的事，你怎么能动手嘎人呢？你简直比陈正豪还要坏，你就是个嘎人魔鬼！你跟我装毛线啊！明明是你们来我家砸门，想要抢夺我的房子，嘎了也是活该，还有脸狗叫，实在是笑死爹了。轩辕，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要跟你聊聊，但是你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就动手嘎了我的好兄弟周鹏，这也太过分了吧？难道你就不打算给我们一个交代？只是过来跟我聊聊，不请自来，直接上来就撬我的门，这就叫聊聊。撬开门之后，下一步估计就是把我弄死，或者赶出来让我自生自灭吧。然后你们享受着我辛辛苦苦准备的安全屋，对吧？轩辕，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开门放我们进去，否则的话，后果不是你承受得了的。轩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大家只是想跟你合住，一起面对灾难而已，你可不要不是好人心啊。是啊，大不了到时候让你住在主卧，物资也先供着你用嘛。你们脑子坏掉了，这个家本来就是我的，你们反倒是一副主人的样子进行分配，有本事的话尽管用出来，我看看你们能不能闯进来。陆涛几人聚在一起，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现在开锁的被打了，没有人能够开锁，要不咱们撤吧？万一引来陈正豪他们注意就不好了。怕什么？这里是24楼，陈正豪他们爬上来都能累个半死，他们就算想嘎人越货，也会先挑底层的人动手。问题是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撬门不行了，直接破门可不可行呢？几个人嘀嘀咕咕商量一阵子，就听到轩辕手中持枪，本可以出手射杀敌人，不过他一点也不急。现在生活太平了，
需要找点刺激。过了好一阵子，他们几人又回来，这一次他们抬来了又大又粗的木，对着门一通乱撞，那扇门墙面都在颤抖。可是这些人用力撞了半天，那扇门依旧坚固。这门到底有多厚啊？就算是银行金库的门也没那么结实吧？陆涛几乎陷入绝望，愤怒地发出咆哮，那是不甘于绝望。这门可是由20公分厚的钢板制成，除非你们里面有绿巨人，否则根本撞不开。好了，现在也该给你们点教训。轩辕直接冲出房门，拿起手枪，毫不犹豫直接开火。几人当中有2人直接陆涛头上一阵，方雨晴、王宇等人如丧家之犬一般逃了回来。不要啊！怎么会这样？受伤的人声嘶力竭的吼叫。王敏愤怒地揍了方雨晴一顿，受伤的可都是他的亲朋好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方雨晴撺掇他们去抢轩辕的房子而导致的。你敢想，一包泡面居然能换一个黄花大闺女？只因全球冰封，末日来袭，气温突然下降100度。此时，金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些人为了食物开始打人。这一次，王敏结结实实的把方雨晴揍了一顿。此次攻打轩辕家，非但没有任何好处，还损失了几个他的至交好友。他的表弟陆涛现在被击中大，正在地上嚎叫着。如果没有药物的话，过不了多久也会嘎掉。天后，现在这个局面都是你害的。你不是说轩辕家只有门结实吗？他为什么有枪？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所以才跑那么远？为什么你们一点事没有？冤枉啊，王姐，上回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也没用枪啊。你不是也没受伤吗？还好意思说我们？我那是运气好，没被击中而已。现在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你们害的，你们给我滚出去！六姐，我现在受伤了，总得有人来照顾，我还不想死。对了，王姐，我记得轩辕家里有药。这是真的吗？他真的有药？就在1个月前吧。从那时起，轩辕整个人好像变了，他开始往家里疯狂的囤物资，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货车给他送东西。有一回，我就看见医药公司的车开到小区来，轩辕去接的，然后人家抬了2个大箱子去他家，里面肯定是药物。那你快去找轩辕吧，让他把药拿来救命。我的伤就是他导致的，所以他必须得救我。我们又没有伤害他，而且还打算破门之后留一些物资给他，反而是他不识好人心，对我们下死手，我们才是正义的那一方。方雨晴缓缓拿起电话给轩辕打了过去。轩辕饶有兴致的拿过来一看，发现是方雨晴打来的，嘴角带着意外的笑容。刚刚被我打得那么惨，现在是要打电话来骂我吗？喂，有什么事吗？轩辕，周鹏被电死了，陆涛被你击中了，你快不行了。哦，死了就死了呗，早晚死都得死嘛。你们该不会觉得自己能在这场雪灾中幸存下来吧？这声音如同来自地狱，听得众人后悔一阵。轩辕，我知道错了，都怪我不好，没有答应你的追求。但是现在我想改了，你可以原谅我吗？陆涛被你击中了，家里没有药，你之前不是买了很多药吗？求求你借我们一些药物。方雨晴，我故意设计他们，你竟然过来找我借药，你的脑子是不是网特了？轩辕，我们错了，我们保证以后绝对不去找你的麻烦。而且现在世道这么艰难，我们彼此应该互相帮助才对。你不要这么冷血好不好？难道他们死了，你的心里面就会愉快吗？对，我现在就很愉快。方雨晴的话一下子噎住，不知道怎么说什么。王敏十分着急地对轩辕说：轩辕，我是王敏，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还请你吃过饭呢？你觉得说这个有意思吗？轩辕，现在大家都朝不保夕，又有陈正豪这个恶霸害人性命，都人留一线，说不定以后有用得到我们的时候，你这一次把药给我们，我王敏日后会记住你的恩情，一定会还给你的。恩情？你当我是傻叉吗？你们这些人被我弄得死伤的伤，还有1人的尸体现在还在我家门口，不管我怎么做，这个仇都是不死不休。帮你，等着以后你们报复我，笑死我了。轩辕，你千万不要把我们给逼急了，你非要让我表弟死的话，我们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你们能做的事情不是都做了一遍了吗？要是有这个本事，你们早就闯进我家里，弄死我，然后抢走我的一切了。小爷饿不是吓大的，这一套对我没用。轩辕，我们非要走到这一步吗？过去咱们俩多好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弃对彼此的成见，重新开始呢？其实晴儿心里面一直都有你的呀。这句话听得一旁的陆涛自知了，毕竟他也喜欢方雨晴好久，也是一个十足的合格舔狗。面对这种绿茶女，轩辕也是挺佩服，脸皮那可是比长枪拐枣都厚。突然，轩辕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他知道其他人都在旁边，都在对话。
极寒冰封末世来袭，一块面包就能让名媛对你投怀送抱，一包泡面就能让美女对你前呼后拥，而我则凭借沃尔玛仓库主管的身份，囤积了几亿吨的物资。这时，轩辕故意说道：“雨晴，其实我的心里面对你还是有感情的，只不过当初你伤我太深了，让我不能释怀。”这句话就仿佛是一颗火柴，点燃了方雨晴希望的曙光。他不顾旁边人愤怒的眼神，激动说：“轩辕哥哥，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爱晴儿的，你真傻。晴儿最喜欢的人就是你了，之前的那些事情只是试探你而已。哎呀，你这个木头，怎么就不懂人家的心思呢？”不过大家觉得方雨晴要是勾搭上轩辕，他有机会搞定他的房子和物资，所以不出声。轩辕哥哥，让晴儿住进你家里吧，以后晴儿就是你的女人了。你想让晴儿干什么，想怎么干，晴儿都听你的，好吗？好啊，你赶快过来吧。雨晴，带上我，带上我啊！不过雨晴，我爱的人只是你一个，所以我只能接受你一个人过来。至于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嘛，你最好和他们保持距离。现在环境如此艰难，咱们不要让一群人过来拖咱们的后腿，你说对不对？方雨晴此时兴奋极了，压根顾不得边上去。好的，好的，一切都由哥哥你说了算，晴儿全都听你的。那你现在就过来吧，不要管其他人了。我马上就过来。哥哥你等我一下啊。看到方雨晴真要抛下他们，自己去轩辕那里，王敏一把伸手拦住了他。给我滚开！不要拦着我去轩辕家，我受够了这样的日子了。话音刚落，王敏那厚重的巴掌就狠狠抽打他了。你这个不要脸的，害得我们那么惨，现在想一走了之，门都没有。一旁的舔狗周鹏知道方雨晴要这种轩辕，更是气得欲哭无泪。雨晴，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是说你最讨厌轩辕了吗？还记得你说过要当我的女人的话吗？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有问题吗？跟你们在一块也只是暂时的，以后大家耗光了物资，还不是等死？轩辕家里那么舒服，我过去跟他怎么了？周鹏，你是个好人，过去你对我一直都不错，不过爱一个人就是应该希望他幸福，不是吗？虽然过去你是帮过我的忙，但是你不应该阻止我追求更好的生活。你能给我的，有轩辕给我的多吗？表弟，不要为这个女人生那么大的气，先保命要紧。方雨晴，你要走我们不拦你，但是除非轩辕拿药物来换。轩辕哥哥，你也听到了，他们不肯放我走啊，要不你就给他们一些药物吧。药物可是非常珍贵的，我怎么相信他们不是在骗我？也有可能是骗你的哦，说不定他们还会挟持你，利用你来威胁我，一直跟我要东西。晴儿，咱们可不能上当。雨晴，不要相信他，他就是在耍你而已。但是当局者迷，更何况这样的环境下，方雨晴的精神早就失忆了。对，轩辕哥哥，你说的有道理。臭女人，你给我滚开，不要拦着我。两个女人对峙厮打在一起，为了能够去轩辕家，方雨晴彻底疯了。一番撕扯过后，你想走，做梦去吧。喂，轩辕，如果你真的想救他的话，就拿药来交换。你们人太多了，我害怕，万一你们趁机杀死我怎么办？所以雨晴啊，虽然哥哥也很想和你一起过日子，但是他们不允许啊，你可千万别怪哥哥。你也看到了，这个女人只想着自己，根本没有考虑过其他人。如果你想继续留在我们团队里的话，就好好看着她，别把她放跑了。王姐，我一定听你的话。方雨晴，我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跑的，要吃苦大家一起吃，凭什么你一个人去享福？极寒冰封，末日求生，气温突然下降1.6度。此时食物已经极度短缺，经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些人为了食物开始接上级，被轩辕戏耍一番后，王敏叹了一口气，满脸都是无奈。连强攻他们都失败了，还损兵折将，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有什么办法？只要有希望，我们都得试一试。对，就这么拖下去也是打掉，不如拼一把。轩辕家里有壁炉，就说明他囤积了大量的燃料，而且看他发的视频，食物也非常充沛。目前这个消息只有咱们几个人知道，倒不如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让整个单元楼都知道我们几个人搞不定他。难道几百个人还搞不定他吗？更别说咱们单元还有一个社会大哥陈正豪，他手里可有枪，那群人无的不做，什么他都敢干，肯定会去对付轩辕的。到时候我们只要一些药物和食物，应该问题不大。这个主意好，我赞同。这时，方雨晴突然对着众人狂吠：“你们这样太无耻了，怎么可以这样做？我以后可是要跟轩辕一起生活的，你们毁了他，我以后怎么办？”王明简直对方雨晴恨之入骨。表弟，过来，把他拖进你房间去。
陆涛伤的是腿，其实伤势不算太过严重，还是可以做运动。六姐，这不好吧？我是真心喜欢雨晴的，怎么能伤害她？方雨晴在一旁吓得瑟瑟发抖。不可以，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陆涛，你不是说最爱我的吗？小狐狸精，害得我们这么惨，只是让你陪我表弟都是便宜你了。傻弟弟，你不要再糊涂了，这种女人不知道陪多少人了。说白了，你不就是想让她陪你吗？这次就给你一个机会实现愿望，以后看她还怎么骗你。都是女人，王明很清楚如何对付方雨晴。只要让陆涛如偿所愿，那对他的新鲜感就不会那么深。不许你这么说雨晴，我和雨晴是真爱，我绝对不会强迫她的。王敏瞪着眼睛指着陆涛，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你这个没用的舔狗！他到底还是小看了舔狗的忠诚。不，我不是舔狗，雨晴她是真的对我好的女人，我相信只要我用时间来打动她，早晚有一天她会爱上我的。陆涛记得自己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年纪不大，人生地不熟，因为学历较低，他被身边很多人瞧不起，只有方雨晴给过他亲切的笑容，甚至还好心让自己给他搬东西，在自己孤单寂寞。方雨晴给他机会请他吃饭，这种被人信任的感觉一直温暖的留在陆涛的心里。方雨晴看到陆涛傻笑的嘴脸，心里面松了一口气。虽然陪他一下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方雨晴内心一直都看不上这个过错，还是会觉得恶心。王敏决定把轩辕家物资非常丰富的消息透露给邻居们，于是他直接把轩辕之前的视频和照片都发到了单元群。各位邻居们，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家里过着那么幸福的生活，这种自私的行为简直是无耻之极。视频是这几天轩辕家拍的，想一想我们最近过的什么日子，他过的什么日子，你们说这公平吗？于是邻居们纷纷点开了视频看了起来。竟然在屋子里穿睡衣，我们家都零下70多度了，他们家怎么取暖的？他们家晚上都亮着灯啊，他哪来的电？这真的是最近拍的视频吗？有些人提出了质疑，现在大家都在忍饥挨饿，实在是无法想象，竟然有人可以吃热乎乎的美味大餐，住在温暖舒适的房子里。末世来临，邻居们知道我有大量物资，竟然疯了一样让我把物资分给他们。如果王敏说的是真的，当初轩辕天天大车小车的往家里运物资，难不成他提前就知道会有天灾？那可就太无耻了，竟然也不告诉我们大家一声。轩辕他简直不是人啊，怎么可以干出这么不道德的事情？我们都是邻居，一起生活了好多年，他太自私了。所有人义愤填膺，把自己现在所受的苦全都算到了轩辕的头上。可是他们丝毫没有考虑，即便当初轩辕告诉他们世界末日来了，他们会相信吗？轩辕必须为这件事负责，凭什么我们过得那么惨，就他一个人过好日子？他家里面吃的喝的那么多，还有药物和能源，必须给我们大家分一分。我们过不好，他要负主要责任。所有邻居们都眼红了，他们无法忍受这种情况。凭什么我们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你一个人享福，要嘎也得大家一起嘎。社会大哥陈正豪也看到了群里的视频。轩辕，你个小可爱，竟然过得那么舒服，居然有那么多的资源和食物，这次即便是拼了命，也要攻下轩辕家。邻居们纷纷憋不住，开始在群里质问轩辕。轩辕，现在大家过得那么惨，快要冻死饿死了，你家里有那么多吃的，还有燃料烧壁炉，分给大家一点吧。轩辕，我们可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家会记得你的好的，希望你不要不识好歹。轩辕，我是你20楼的王婶，之前我还借给你2根葱呢。咱们这么好的关系，你得给我们加点物资啊！轩辕，我是你刘文强兄弟，咱们可是亲兄弟啊！要不让我住进你家里去吧？现在局势那么危险，我过去保护你。道德绑架的、跪求的、讲道理的，什么样的人都来了。中心思想只有一个，要轩辕把家里面的物资拿出来分给他们。此时业委会的林大妈也掺和了进来。轩辕，我可是咱们小区业委会的，而且我还是咱们这栋楼的长辈，我说了算，这些物资拿来，大妈给所有人分。宝妈谢丽梅，轩辕，我和宝宝快要饿死了，你之前不还夸过我们家宝宝可爱吗？救救我们吧，我可以让孩子认你做干爹，甚至你有其他要求也可以。富二代许浩，轩辕，只要你让我住到你们家，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资产都给你。不，我爹已经嘎了，我们家10几亿资产都给你。过了许久，轩辕淡淡回了一句：我跟你们很熟吗？凭什么我们家的东西要分给你们？他的目光有些邪恶。此时疯狂的邻居们让他想到前世的那一幕，曾经他出于好心打开了自己的家门，然后就是这些邻居冲进他的家里，直接嘎了他，然后迫不及待地将他分解释放。他要报复，
所以他才尽情的洗刷这些可怜而又可恨的虫子们。轩辕，你说的是人话吗？大家那么多年的老邻居，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一个人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年轻人不要光想着自己舒服躺平，你要懂得奉献。要不是你瞒着消息，自己偷偷囤物资，我们怎么会落到今天？对，大家现在过得那么惨，全都是你的错，你必须赎罪。当然，还有很多人发来私信，轩辕饶有兴致的一一打开来看。老妈谢丽梅，轩辕，求求你救救我和宝宝吧！只要你让我住进你们家，你想怎么样都可以。女大学生张思雨，轩辕哥哥，我还年轻，我不想嘎，你要了我吧，只要你给我一口吃的就行。还有不少女住户都发来了私信，其中不少都是有老公的，他们很了解目前的市场行情，也知道用金钱根本无法打动轩辕，于是不约而同的都提出拿自己身体来换取轩辕的庇护。当然，也有几个豁得出去的，直接给轩辕发来了私密的自拍照，轩辕随便看了2眼，也没有特别大的兴趣。至于一些男住户，基本就是称兄道弟，大哥老弟的喊着，然后求轩辕帮衬一把。最恶心的是，还有一个基佬，至于他提出的要求，轩辕难以启齿。末世来临，邻居们知道我有大量物资，竟然疯了一样让我把物资分给他们。面对邻居们的各种诱惑和道德绑架，轩辕一边喝着红酒，吃着大餐，看着他们的表演。窗外依旧下着大雪，半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依旧没有停下，整座城市完全被大雨。轩辕继续无聊地翻看着邻居们的消息，这些人里面倒是有一个人的消息让轩辕也不在。周可发过来的消息不是卖惨，不是发私密照，而是非常冷静的希望轩辕交换。轩辕先生，最近我们家的食物和药物已经接近枯竭，希望您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为了答谢，之后我可以为您提供医疗方面的援助。周可，天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女医生，26岁，身材修长高挑，起码175身高。不愧是做医生的人，非常的理智，并没有跟我卖惨求施舍。末世之中，只有有价值的人才有活下去的资格。周可儿的价值就是她那精湛的医术，毕竟没有一定的能力，是不可能进入天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任职的。如果身边有个医生在的话，那对我以后的末日生存无疑提供了非常大的保障。他给周可儿回复道：“我现在身体很健康，没有用大夫的必要。不过我家里的确有很多药物，食物方面更不必说了。你想要交换，起码拿出一些现在对我有用的东西来。”周可儿确实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东西，就当是孕妇的枕巾行吗？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我可以给你食物与药物，但是你得帮我一个忙。什么忙？这些邻居们大概要对我下手了。如果你知道了他们想如何行动，就告诉我一声。周可儿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那好，我要先看到你的有用情报，然后再给你想要的东西。接下来可就看你的表现了哦。两人的谈话到此结束。轩辕看了一下，里面的消息9九加，还在持续的派。轩辕，你人死哪去了？快给我们一个答案，到底交不交你手里的物资？轩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看样子他们已经打算要强攻自己家了。吃屎去吧！好，轩辕，这可是你自找的，可千万别说大家伙没有给你机会。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卑鄙小人，从现在开始发生的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来承担。轩辕眼神里出现了一丝紧张和兴奋，即便知道自己的家是一座攻不破的钢铁牢笼，但面对上百人的进攻，没有一丝紧张肯定是骗人的。早就想亲手把当初分食自己的王八蛋们好好教训一顿了。轩辕的眼睛里白光一闪，金刚弩、步枪、开山刀、棒球棒，这些武器从空间出现在客厅中。有多少人就尽管放马过来吧。王明此时已经建立了新的循环，然后把除了轩辕之外所有活着的业主都拉了进来，甚至居然把社会大哥陈正豪也给拉了进来。众人一看陈正豪之后，还是有些后悔发怒。各位，现在我们的首要目的是对付轩辕，他们家的物资恐怕比我们所有人的总和还要多。只要把他打倒了，我们可以获得大量的物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现在不会对其他人动手的。但是这次行动获得的物资我要一半。整栋楼100多人，陈正豪加上手下只有几个人，却提出要一半的物资，但是没有人觉得不公平，反而认为陈正豪是个好人。豪哥说的没错，现在大家应该暂时放下之前的恩怨，首要目标是攻入轩辕家，拿回那些属于集体的物资。这2个人带头在那里吆喝，其他人自然纷纷响应，只有周可和尤大叔没有说话。招在手，跟我走，嘎轩辕，抢物资。末世降临，物资缺乏，邻居们知道我有物资，竟然手拿武器来砸我家门，我毫不在意，打开音响放起嗨歌嘲讽他们。
越发厉害起来！这时候，轩辕收到了门卫尤大叔发来的消息。轩辕，你快跑吧，他们都带着家伙找你去了。轩辕的心中微微一暖，这个世道难得还有好人。尤大叔，放心好了，就这些乌合之众，我应付得来。轩辕啊，希望你能够活下来。对不起，我这回可能帮不上你的忙了。尤大叔非常惭愧，他其实成了轩辕的恩情。当初轩辕提醒他买物资，他才在家里搞了许多泡面、火腿肠之类的东西，所以现在生活过得还可以。但是眼瞅着轩辕要被那么多人围攻，他只能无奈。尤大叔，你能够不加入他们，已经说明你的善良了。没事，我这边不需要你操心。很快，大批的邻居涌来，把轩辕家门口围得水泄不通。轩辕，你给我滚出来！不想死的话，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别等我们冲进去，否则到时候说什么都晚了。轩辕也不跟他们客气，反手把房门的高压电按钮直接接通。刚刚还在愤怒砸门的那个小伙子，直接被电流红成脸都扭曲了起来。最可恶，由于100多人都挤过来，整个楼道处于人挤人的状态，所以他被电击之后，连带着后面一大群人都冲上去。是高压电，快躲远点！人们瞪大了眼睛，惊恐地望着眼前这一幕，没有想到一下子嘎了那么多人，有些人心上去。走到楼梯的时候，才发现楼道已经被社会大哥陈正豪带着小弟堵死。你们想干什么？给我回去！陆涛看到众人有所畏惧，便大声喊道：“可恶的轩辕，简直就是个畜生，竟然杀害自己的邻居！兄弟姐妹们，咱们必须嘎了轩辕，为他们报仇啊！不用怕，大家用木头去撞门，别碰门就可以了。他没有多少手段，已经是黔驴技穷了。只要攻破这扇门，后面可就是舒服的暖炉，还有吃不完的食物等着咱们呢。”陆涛的这一番打气，又让过火人红了眼。兄弟们，给我撞！打开门，嘎了轩辕这小可爱。轩辕根本不慌，放起来自己最喜欢。门外的人在拼命的撞门，门内却响起了脚。轩辕，你嚣张个坤巴！等我们进去，你必嘎！可是撞了几十下后，他们却悲哀地发现那扇门纹丝未动。这是什么门？怎么那么结实啊？照这个速度，得什么时候才能把门撞破啊？这个时候，一个人走了过来，盯着门看了半天。我擦！我在银行上班，这是银行金库的防盗门啊！那这个东西就撞不破吗？别说用木头撞了，这种是最顶级的防盗门，即便你们用炸弹都炸不开啊！如果没有钥匙的话，除非是世界最顶级的开锁，专家才有一丝打开的可能。气急败坏的邻居们开始大声咒骂轩辕。轩辕，你这个该死的狗贼，你卑鄙无耻！出来，有本事你出来，我和你单挑，我必打你！而回应他们的，依旧只有房间那劲爆的嗨歌。屋外叫骂声连连，屋内可是嗨歌不断，这像极了轩辕对所有人的挑衅。面对固若金汤的大门，根本无法攻破，邻居们内心既焦急又绝望。这可怎么办啊？大家不要急，我有办法。他们家的门是合金打造的，咱们撞不开。不过这墙还不是砖头水泥，我就不信砸不烂。末世来临，邻居们知道我有大量物资，竟然疯了一样让我把物资分给他们。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门砸不开，咱们可以砸墙。我们那么多人，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这墙给砸烂了。呵呵，轩辕，你这个狗贼，绝对想不到我们还有这个办法吧？很快，邻居们排着队来到了外墙跟前，抡起手中的铁锤就开始猛砸。众人眼睛里满是兴奋，觉得自己找到了轩辕家的突破口。砸了一会后，墙边发出的声音显不对劲，平手仔细看了。这墙里面也是钢铁铸成的。果然，扒开外面的混凝土后，里面就出现那种厚重的金属，材质与大门一模一样。为什么会这样？谁家的房子用钢板筑墙啊？我不信这房子全都是钢铁做的。有人已经无法忍受这种绝望了，又拿起锤子去敲击其他地方。可是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最后发现都是坚固厚重的钢铁墙壁。客厅里，轩辕不屑地撇了撇嘴：“你们都能想到的问题，我当初还能想不到吗？真不好意思，我家的房子哪怕墙壁都是用20公分厚的金刚材料铸成的，炮弹都轰不破，我会怕你们这些破铁锤？”轩辕最大的优点就是怕死，所以他把一切能想到的问题全都解决。如果今天全楼的人都攻不破轩辕家，那他们只能等死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人打造一套这样的房子啊？当初我知道他们家装修，但是没想到会装修成这样。这时的陆涛内心有些破防，
显然，他早就知道会有血灾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我们。卑鄙小人轩辕，只顾自己活着，不考虑我们大家。我们如果都嘎了，你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全世界就你一个人的话，你就不会孤独吗？总有一天，你会因为没有提醒我们，没有帮助我们，而陷入无尽的悔恨与自责的。你晚上能睡得着吗？你就不会内疚吗？早晚有一天，老天爷会让你遭报应的。我们要是因为你嘎了，你肯定一辈子良心不安，活得很痛苦。社会大哥陈正豪一直在后面拿着枪监督，现在他对其他人都不感兴趣，只想抢到轩辕的房子。你们着急什么？现在只是开始。就算他们家的墙是钢铁铸成的，但是天花板呢、地板呢，我就不信他搞了一个铁皮箱子出来。轩辕通过监控听到陈正豪的话，这个货色的脑子挺好用的，不过可惜啊，我又不傻。邻居们听到陈正豪的话，纷纷跑到轩辕家的楼上和楼下，用石头砍，用斧头砍，用凿子凿，用斧头敲，总之一切能使用的手段。但是他们就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绝望之中。他们发现轩辕家还真的就是一个铁坑，除非他们不吃不喝的凿上1年，才有希望破开这几堵墙。该死的轩辕，你为什么要这么狠毒啊？你一个人活着怎么比得上我们那么多人活着？牺牲一下你自己怎么了？也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走阳台。他们家装修的时候，阳台改成了落地窗，很大一面都是玻璃，或许有机会闯进去。窗户，哈哈哈！对，他家既然有窗户，就一定有出口，不可能全部封死，只要有窗户就可以冲进去。一群人嗷嗷叫着，如同疯子一般跳上了轩辕家的阳台。末世来临，邻居们知道我有大量物资，既然疯了一样，让我把物资分给他们。一群人疯了一样跳上了轩辕家的阳台。轩辕与邻居们对视了1秒，邻居们便挥舞着手里的工具，疯狂地朝着巨大的落地窗砸了过来。不大的阳台很快就被几10个人挤满了，他们冒着风雪，努力地砸着玻璃，即便不小心砸到了自己的手，他们都没有动。房间里摆放着各种食物，这些东西让阳台上的邻居们彻底服了。轩辕手捧着咖啡，欣赏着一出好戏。谁说玻璃就一定比金属脆弱？这可是花了大价钱定制的一整面防弹玻璃做的落地窗，这么厚的玻璃，别说是子弹，就算是炮弹也防得住。一旁的陆涛看见10几个人砸了半天，居然连个裂痕都没有。这到底是什么玻璃？难道是防弹玻璃吗？什么防弹玻璃？不，我不信。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就不信打不破它。只要打破它，屋子里的壁炉和吃的喝的都是我的了。我一定要打破它。轩辕看戏看得有些饿了，于是又从空间取出了一些食物，比如说酱香肘子、红烧肉、红烧大鲤鱼。这种鲜明的对比让外面那些邻居嫉妒的快要发狂。轩辕，你给我等着，等我进去必嘎你。我们砸了这块玻璃，你就完蛋了。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死死的败类！你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猖狂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那么多好吃的，还有热咖啡，都是我的，都是我的。轩辕闻言，举起手中的咖啡，向他们示意：加油，你们继续，你们是最棒的。过了好一会，轩辕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拿起一个瓶子，拿出打火机，随即从他们头顶的一个射击筒扔了出来。啪的一声脆响，然后熊熊的火焰就燃烧起来。这就是轩辕自制的烧。阳台的空间本来就没多大，这些人的衣服沾在一起，顿时燃烧起大片的火焰。这些人挤在一起，而且阳台又是分离式的，想要跳到隔壁家阳台上，这些人跑不掉，身上都被火焰侵蚀。有的人妄图爬到隔壁去，但是匆忙之下手脚不稳，直接从24楼坠落。火焰燃烧了20几分钟之后，邻居们望着地上的尸体，心中产生了恐惧。为了对付轩辕，他们已经打掉了20-30人。从各个角度破门都没有机会，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把轩辕手中的物资抢过来？忽然，一个女人大哭了起来：“轩辕，我快要饿死了，求求你救救我吧，哪怕给我1块面包也行啊！是我们错了，我们想活着啊，你就施舍给我们一些食物，让我们活下去就行。以后你想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听你的好吗？好，大家都是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别怪我没有给你们机会。你们谁现在过去给我把陈正豪的手机拿过来，我管他1星期泡面，顿顿吃到饱。”轩辕当然不可能可怜这些人，但是他们如果天天在这里砸墙也挺，所以不如让他们狗咬狗，自相残杀。此时的陈正豪正在思考，如果想继续控制整栋楼，就必须补充自己的人手。
他忽然感觉有点不对劲，发现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古怪，不像是在看一个人，而像是在看食物。他举起手中的枪，你们想干什么？都给我滚开！末世来临，邻居们知道我有大量物资，竟然疯了一样让我把物资分给他们。轩辕发出的悬赏吓得陈正豪毛骨悚然，赶紧带着手下几个人离开了这里。可恶的轩辕，他的家里犹如铁桶一般坚固，攻又攻不破，而且还射了这么多人，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说完，陆涛给妈妈赖赖离开了。经过这一战，邻居们也是彻底的认怂了，他们不多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再也无法大规模的对轩辕发起进攻。于是，许多人开始哭求轩辕可怜他们，或者提出利益交换，比如富二代许浩。轩辕，我可以把我的女人送给你，只求你给我一些吃的行吗？她可是天海市有名的车模，你看看她的模样和脸蛋都是极品，我保证你会喜欢的，帮帮我！轩辕自然认得这个模特，许浩在这里买房子就是为了她。过去的时候，他对身边的男人们看都懒得多看一眼。不得不说，这个女模特身材很有料，颜值也很能打，不过是不可能让她进门的，说不定哪天趁我睡着了，就给我一刀，然后把我的家给霸占了。保安尤大叔发来祝贺。轩辕啊，你简直太厉害了！那么多人围攻你家，居然一点事没有，并且还能把那帮恶灵打服，实在是干得漂亮。白莲花方雨晴也发来视频。轩辕哥哥，你好厉害啊！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晴儿现在脱不开身，他们太可恶了，一直把我锁在家里。你放心，晴儿一定会过去找你的。轩辕会心一笑，不予理睬。外面忽然传来广播的声音。在官方的努力维持下，我国的雪灾情况正在好转，希望大家不要着急，很快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天气严寒，大家不要随便外出，避免受伤，请给有需要的人提供一定的帮助。我们大家一起众志成城，克服眼下的难题，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轩辕听见广播，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哪有这么容易？大雪最起码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地球上的生物最起码灭亡90%以上，人类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突然，轩辕发现阳台上面有动物，他好奇地走了进去，然后他就看到了有人过来偷偷搬运那些尸体，确切的来说，是那些已经被烧焦的尸体。轩辕，我们不是来搞你的，你不要误会，我们只是过来搬运尸体而已。轩辕微微勾起嘴角。哦，搬运尸体，你们是他们的家人吗？而且掩埋的话，扔到下面去就好了。难不成你们还会在家里堆一座坟？这些人被轩辕问的不知道怎么反正这些尸体你也用不到，就不用管我们了。你们也是挺狠，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吗？第二天的时候，轩辕听到楼道2声枪响，倒像是放了2个大号的鞭炮。这无疑是陈正豪动手的。显然，轩辕昨天的悬赏已经产生了作用。轩辕承诺的1星期吃到饱的面条，对他们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2个男人拿着扳手、菜刀躺在地上，陈正豪也没好到哪去。他坐在地上，手里拿着枪，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这让陈正豪感觉到了一丝危机，但与此同时，更加的疯狂。死吧，把你们都嘎了！想要我的首级，你们先嘎掉吧。末世来临，邻居们知道我有大量物资，竟然疯了一样让我把物资分给他们。社会大哥陈正豪让手下把这2具尸体拖走，当即就把尸体拖到了厨房后面。回来之后，陈正豪看到了群里的消息，知道轩辕对他进行了训斥。我自己才是猎人，轩辕只不过是猎物罢了，猎物凭什么对猎人进行反击？放松下来之后，他忽然感觉后背是疼的，于是喊来一个小弟帮他看看怎么回事。豪哥，你后背中到了。现在听小弟这么一说，他顿时痛哭了起来。这2个狗东西竟然敢偷袭我！他连忙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周可。周医生，我受了点伤，你快过来帮我包扎一下。很快，周可背着药箱来到了陈正豪家，看着这个杀人如麻的恶棍，眼睛里充满了厌恶，但为了活命，他不得不给他疗伤。虽然他不情愿，可是面对恶人的枪口，他没得选。我可不会免费帮你。陈正豪嘿嘿一笑，伸手指着厨房说：“待会吃的东西我分你一份。”周可儿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他脸色一变。常年在医院工作，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不用了，我不需要。都什么时候了，周医生还这么清高，早晚有一天你会吃的，不吃就会嘎掉。那我宁可嘎掉，也不会吃。有，那我可舍不得。现在这个世界，身边有一个医生太重要了。
陈正豪盯着周可儿，对于这个大伟人，他垂涎已久。要不是因为对方现在还有用，他早就动了。周可儿皱着眉头不再说话，而是帮他处理伤口。不一会，伤口就简单包扎完毕。周可儿打算离开，谁成想2个小卡拉直接把门给打开。你们想干嘛？没什么，我的伤没好之前，你不能走。陈正豪此时心里害怕极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他的命，而且又缺少药物，身边有个医生他才放心。强行把周可儿留下来后，陈正豪开始和小弟们商量起来。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这些牛马现在都敢反抗了，对我们很不利。只有把轩辕给嘎掉，占了他们家的房子，咱们以后才安全。他们家跟个堡垒似的，里面物资也多，起码够咱们生活几个月的。说不定到那个时候，雪灾就过去了。所以当下还得考虑怎么对付轩辕。豪哥，轩辕家我们都进攻好几回了，但每一次都失败。他们家就像个乌龟壳一样，攻不进去啊！我就不信他们家没有破绽，更不信他不出门。这样吧，咱们搬到他家隔壁去住，轮班看着他，只要等到机会，就直接把他给嘎掉。一群人此时六神无主，陈正豪说什么，他们就周可儿把他们的对话都听在耳朵里，赶紧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轩辕。轩辕了解之后，不以为然的笑了，想让自己出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知道了，你继续留在那里观察情况。周可儿可是医生，陈正豪不会打倒他，所以暂时他是没有生命危险的。我也不着急出手，悬赏令一发之后，自然会有人不要命刺杀陈正豪。陈正豪等人收拾了一下物资，然后带着周可儿就来到了24楼。住在轩辕隔壁的小夫妻知道陈正豪要来，也是吓得厉害。